我死后的第一天，妻子就将情人带回了家里。情人问他：“你就不怕你老公发现吗？”他笑了笑，语气十分不屑：“他能在外面乱玩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”然而在知道真相后的他，却跪在我的坟前，声泪俱下：“对不起，老公，我脏了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死了，死在了昨天回家的路上。我忘记自己是怎么死的，但是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老婆还在家等我，我必须回去。我担心老婆在家没有好好吃饭，我在路上飘了一天一夜，才回到家中。好不容易回到家，我下意识地想要去输入指纹，但身体一下就从密码门穿了过去。屋内一片昏暗，桌上随意摆放着外卖盒子。我有些不高兴，因为走之前我给他做好了饭菜放在冰箱里，他却又点了这些不健康的外卖。当我穿过客厅，突然听到卧室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不会进贼了吧？想到这儿，吓得我一身冷汗。钱财丢失事小，万一老婆有个三长俩短，我恨不得杀了我自己。毕竟当年在婚礼上，我信誓旦旦地发誓，绝不会让她受一点伤害。然而，当我穿过门的那刻，我呆愣在了原地。被摇晃得嘎吱作响的床，房间里迷乱的味道，这一切都刺激着我的神经。我冲上前去，就想要讨要说法，然而我忘了，我现在只是一个鬼魂，一个被戴绿帽的鬼魂。你带我回来，不怕被你老公发现吗？男人一边喘着粗气，一边向着身下的人问道。女人娇喘一声，语气带着几分不屑：“他能在外面乱玩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”当听清这声音，不用去看就知道是妻子。瞬间，我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一股强烈的恶心感直冲脑门。我们结婚10年，我对他始终如一，而他竟然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情，而且还说是我先背叛了他。我花费10年为他垒起的爱情高塔，瞬间坍塌。苏欣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然而，面对我的追问，回答我的只有那欢愉之声。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力感席卷全身，我失神走出卧室，茫然无措。屋外灯光将摆放在客厅的那张结婚照照得闪闪发亮，看似幸福的婚姻终成了笑话。这一刻，眼泪如决堤的洪水一下就涌了出来。原来鬼魂也是会哭泣的吗？我记得上一次哭还是在我婚礼的时候。然而不知多久，客厅的灯亮了起来。我低着头，不敢去看他们，只听到男人说自己饿了，然后就自顾自地走向冰箱。呵，这么多菜！老婆似乎也从屋内走了出来，都是那个偷心狗做的，我嫌恶心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擅自在我头上加上偷腥的骂名。难道就只是为了让他在做出这种事的时候能如此心安理得吗？可是这对我公平吗？我抬起头，死死盯着他的脸，他满脸潮红，却不见一丝愧疚。男人突然笑了笑，忍不住打趣道：“你骂他是偷心狗，那宝贝儿你是啥？讨厌！”妻子娇嗔一声，又扑到那个男人的怀里。然而，在我看清男人的脸的那刻，我一切都想起来了。我发疯般地向他扑了过去。你这个杀人凶手！没错，就是他昨天杀了我。今年我商量准备和老婆要一个孩子，但是为了能够给孩子和他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，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。这2个月加班已经成为了常态。为了妻子能在家安心备孕，每次出门前，我都会尽量多做一些她喜欢的菜放在冰箱里，这样她也方便。就在昨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加班到凌晨，为了节省打车费，
我扫了路边的共享单车，然而刚要到我家小区楼下时，突然一辆车从身后疾驰而来，还不等我做出反应，就被撞倒在地。然而正当我准备艰难爬起身时，那辆车竟然又倒了回来。我这才明白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意外，对方就是冲着我来的。我想要躲开，但是先前一撞，直接导致我双腿骨折。想到还在家中的妻子，我强忍着恐惧向对方求饶：“求求你放我一马，我老婆还在家里等我。”只见汽车突然停下，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儿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放心，我会替你照顾你老婆的。”直到我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说完，他从车后掏出一根棒球棍，狠狠砸在我头上。等我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被埋在了荒郊野外。思绪拉回，那男人嫌弃地看了看冰箱里的菜，然后对着妻子说道：“宝贝儿，拿你手机，我点外卖呗。”妻子听话的就将手机递了过去。我心脏一阵抽痛。10天前我在家发烧了，实在是没力气做饭。我让妻子点外卖，结果她脸一下就黑了下来。小感冒而已，你就不能起来做吗？点外卖这么花钱，你不是说要把钱攒着给孩子买学区房吗？就这样，我还是强撑着身子起来给他做饭。然而做好之后，他却又百般嫌弃，不是这个咸了，就是那个淡了，最后还是点了外卖。那时我只当是他生理期心情不好，而如今看着他对眼前这个男人这么好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多点些生蚝和韭菜补补。妻子一脸娇羞地说道：“好好好。”男人连连答应。男人忽然眼珠一转，他明明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回来了，还明知故问：“宝贝儿，你真不怕你老公回来？”妻子却双手叉腰，这几个月他以加班为幌子在外面乱搞，我没拆穿，已经很给他面子了，他还敢说我？突然他眼里满是柔情地看着男人：“还是谢谢宝宝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到现在肯定还被他蒙在鼓里，还真以为他是好男人。你放心，等我好好报复他之后，就和他离婚。”男人温柔地摸着她的头，嘴角浮现一丝冷笑：“我等你。”在吃饱喝足之后，男人走了，妻子还特地为他打了专车。然而男人没走多久，妻子看了眼手机，嘴里骂骂咧咧道：“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，以前不管再晚还知道打电话回来，现在直接敷衍都懒得敷衍了。既然你在外面乱搞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不知道老婆为何这样怪我，我觉得肯定和那个男人有关。”然而当我看清他手机上的那张照片时，所有的事情我一下就想通了。只见照片上我将一个女生扶上了出租车，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半个月前。那天在我加班回家的路上，我忽然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喝醉的女生。出于为她安全考虑，我为她叫了一辆车。这样看来，这个女生和男人是一伙的。从那时我就落入了这个惊天阴谋。可是究竟是为什么他会盯上我？我冥思苦想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即便我连续半个月没有回家，妻子不管不顾，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过。那个男人每天都来，俩人在我买来的床上尽情享受鱼水之欢。我很想逃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灵魂不能离他太远，我只能被迫地承受着这一切。不知是上天为了惩罚我，还是为了让我看到他日后忏悔的样子。这天，他写好离婚协议书，终于舍得给我发消息了。你偷腥的事情我早已经知道了，离婚协议书我已经写好，快回来签了吧，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。然而过了2天，见我还是没有回信息，他怒了，
对着手机就破口大骂：你是不是有病？明明你都已经出轨了，干嘛还要躲着我？终于，他忍无可忍，拿着离婚协议书去了我的公司。你找谁？沈怀。听到我的名字，周围的同事都投来一样的眼光。沈怀已经快1个月没有来上班了。妻子满脸诧异，终于他舍得拨打我的电话了，可是又怎么可能打得通呢？沈怀，你真牛，和我玩消失是吧？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不用离婚了吗？就在这时，公安局打来了电话。喂，请问是沈怀的妻子苏欣吗？对方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挂掉电话。不是，沈怀被杀了。妻子拿着手机的手突然悬在了空中。呵，偷心狗知道被我发现了，没脸回来，想让我用这种方式原谅他，门都没有。不管你是他哪个朋友，你告诉他，哪怕他死外面，也和我没任何关系。离婚协议书他必须回来给我签。还不等对面说话，他一把就挂断了电话。看着他冷峻的侧脸，我忍不住掉下眼泪来。老婆，我真的死在外面了，这下合了你的心意了吧？只是你一定要看清那个男人的面目啊！刚挂断电话，他就迫不及待地给沈怀打去电话。喂，宝宝，我离婚协议书已经写好了，很快就能和他离婚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娶我？对方不知说了什么，逗得他哈哈直笑。我将心中的苦楚咽了又咽。然而刚到小区，就有警察在楼下等了。这时候，妻子终于才知道我真的死了。然而我的死却没在他心里掀起一丝波澜。在医院里，看着我那被敲碎的头盖骨，他无动于衷。警察在一旁都为我惋惜。而妻子却嗤之以鼻，偷心狗，死了就死了，这世界上又少了一个坏男人，有什么不好？警察却满脸诧异。我们调查了沈怀这2个月的动向，他一直都是在家和公司之间2点之间穿梭。然而听到的这话的妻子却脸色大变，绝对不可能，他就是出轨了。不信你们把他手机给我。妻子红着眼翻阅着我的手机，嘴里不停地机械重复着：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就是出轨了。然而直到他翻完我所有的消息、支付记录，还是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。他一把扯住警察的衣服：你们查一下1个月前的那天，他和一个女的出去开房了。警察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调出了那天我行动轨迹的监控。妻子攥着手心，死死地盯着监控画面，嘴里还在不停念叨：他肯定出轨了。然而在看到我真的和那个女生啥关系都没有后，他的情绪瞬间就崩溃了。他跪在地上，埋头痛哭。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将周围的警察吓了。女士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我的丈夫没有出轨，我的丈夫没有出轨。可是我出轨了。周围的人都带着异样的眼神看着他。他抱着我那被敲碎的头骨，向我疯狂道歉：对不起，老公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脏了。想起他曾经出轨时心安理得的样子和如今嚎啕大哭的画面，我心中没有一丝波澜，反倒觉得一阵可笑。老婆呀，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，人家仅仅只是一张照片，你就相信我出轨了？你是多么不信任我呀！我曾经的报备行程、上交工资，对他无微不至的笑话，终究是成为了笑话。我真的死因是因为被活埋缺氧而死。要是他能再多信任、多关心我一些，我说不定还能活下来。想到此处，一行血泪划过脸颊。在葬礼上，亲戚扶着憔悴的母亲，她常常跪在我的遗像前，老泪纵横。儿子，你不是答应妈妈下半年就回来看我吗？你怎么能这么忍心就丢下妈妈？
妈，妻子像是做错事情的孩子，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。母亲一把扯住他的裤脚。为什么他消失了3天，你却什么都不知道？你还是他的妻子吗？面对母亲的质疑，妻子只有用长久的沉默来面对。你知道他每天这么辛苦工作时为了谁吗？是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家呀。结果你却一点关心都没有，就是你害死了他，你这个杀人凶手，你还我儿子！看着母亲的哭诉，在场没有一个人不流下眼泪来的。妻子扑通一下跪倒在母亲面前，红肿的眼睛无比诚挚。对不起妈，是我对不起沈怀，以后就让我代替他好好照顾你吧。母亲哭得快要喘不上气来，声音哽咽，谁要你照顾？我只要我儿子。母亲越说越激动，最后忍不住扇了妻子一巴掌，响亮的巴掌声回荡在我的灵堂。妻子捂着红肿的脸颊，一个劲儿地继续道歉着。看着他那诚挚的语气和表情，我心中终究是有些于心不忍，于是便背过身去，不再去看他那副狼狈的样子。然而刚处理完我的后事没多久，妻子就神神秘秘躲到一边打起了电话。当我听清电话内容时，我才意识到他为我流下的眼泪全都是鳄鱼的眼泪罢了，而那些忏悔也只是演给外人看的。只听他娇滴滴地对着对面喊道：“宝宝，我老公死了。”然而对方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故作诧异地问道：“啊，怎么就死了？还能是咋死的？不就是因为偷情被人家老公打死的？”妻子言语冷淡，我的命如同草芥一般，对于他来说不值一提。我想起他发现真相时哭得死去活来，我还十分心疼他。现在想来，我就是小丑一个，我当年真是瞎了眼，才会和他结婚。此刻的我追悔莫及。听到这话，电话对面的男人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同时打趣道：“那看来我是没有这个福分体验被情人丈夫打死了。”妻子哈哈一笑，附和着他的话：“那可不，宝宝你也是好福分啊。”这时候，男人突然话锋一转：“宝贝儿，既然那个碍事的家伙不在了，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？”妻子娇嗔一声：“这什么急？他才刚死没多久，我就再婚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？”然而突然在妻子眼神中闪过一团无名的火焰，我却未能读懂。不过他不在了，我有些害怕。我希望你能来陪陪人家。好啊，等我忙完之后就来陪你，宝贝儿。周凯不仅夺了我的生命，抢走我的妻子，现在他还要住进这个我与妻子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里。一股恶心感不受控制地喷涌而出。欣欣，难道你就从来没有爱过我吗？我们的感情，我们的婚姻就是一场谎言吗？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和我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？正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以为是周凯来了，然而只见妻子开了门，不是周凯，而是一个陌生男人。请问是沈怀的妻子苏欣吗？妻子疑惑地点了点头。你好，我是保险公司的员工，你丈夫生前投保的200万的意外保险，受益人的名字写的正是你的。说着，他就将一份协议递给妻子，麻烦你签一下字，后续的赔偿我们将直接打到你的账户上。只见妻子颤抖着接过那份协议，那份薄薄的纸像是有千斤之重，在接过的瞬间，她险些没有站稳，赶忙抓住一旁的门把手，才没有摔倒。要是没看到之前他与情人的通话，我还会被他这精湛的演技给蒙在鼓里，甚至为他伤心。然而已经知道真相的我，不会再相信他的任何一个表情，任何一句话。他什么时候买的？妻子的声音有些哽咽。去年3月份，当签完那份协议的时候，
妻子又流下了鳄鱼的眼泪。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告诉我？要是我知道的话，为这个家庭，我真的考虑了很多，也付出了很多，可是到头来却换得这样的下场。我觉得就算告诉他，也不会有任何改变。在签完协议的第2天，周凯就住进了这个家里。周凯刚一进门，妻子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。我都快忘记上次他对我这么亲密是什么时候了。然而周凯眼里也燃起了欲望之火。宝贝儿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这下你家那个偷心狗死了，那以后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会好好疼你，爱你的。妻子笑着附和，我也很想你，以后你可不许背着我在外面偷吃。说着，周凯就朝着妻子吻了下去，结果却被妻子一下躲开。周凯见状，脸上浮现一丝淫笑，宝贝儿，开始玩起欲擒故纵了。说着，他就要强来。这时候，门突然开了，开门的是母亲。看到眼前的这一幕，他手中提的鸡汤直接落在地上碎了，滚烫的汤汁溅得到处都是。苏欣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沈怀刚走你就偷男人了？他冲上前，抬起巴掌就要朝着妻子挥去，结果却被周凯一只手给接下。哪里来的老太婆？宝贝儿，你认识吗？妻子脸上罕见的多了一丝为难的神色。她是沈怀的母亲。听到这儿，周凯的脸上多了一丝玩味的笑容。原来是偷心狗的妈呀！听说你儿子因为偷情被情人老公打死了，然而见到我被如此诋毁，母亲红着眼就要和周凯拼命。你凭什么说我儿子？他一口就咬在周凯手上。周凯吃痛一用力，就将母亲狠狠推倒在地。我还想上前将他扶起，却只扶起一片空气。你个老不死的，真属狗啊！他似乎气不过，抬起脚就要朝母亲踢去。不要！然而我的阻止却无济于事。好在妻子似乎于心不忍，于是将周凯给拦了下来。宝宝，没必要和一个老太婆生气。随即他又转头，冷冷地看着在地上的母亲。沈怀已经死了，这个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你赶紧走吧，不然我就报警告你私闯民宅。母亲不可置信地看着妻子。苏欣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亏我还担心你炖了鸡汤。妻子瞥了一眼地上的鸡汤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温情。谁要喝你的鸡汤了？把我房子弄脏了，我还没让你赔呢。我什么我？你来拿沈怀的遗物。说着，妻子拿起桌上的照片，他的东西我全部都丢了，就只剩这几张傻照片。说着，妻子就开门，一把将照片丢出门去。看到我的照片被随意丢弃，母亲发了疯的一般冲出门去将我的照片捡起，妻子顺势就将门给关上了。母亲在外面疯狂砸门。苏欣，你丧尽天良，不得好死！妻子眼里闪过一丝落寞。周凯怒气冲冲就要出去收拾我妈。宝贝儿，他敢骂你，就让我给他点教训。妻子却一把将他拦住。算了，本就是半截身子都入土的人，没必要和他计较。打他反倒脏了自己的手，人心竟然能如此险恶。昨天他还在我葬礼上，在我妈面前忏悔，现在却做出这样冷血无情的事情来。听着母亲在门外恶毒的诅咒，我心脏像是被千刀万剐，只恨自己这么多年的感情和关心，全部都用在了一个蛇蝎毒妇的身上。欣欣，在你眼里我到底算什么？笑话吗？看着眼前这对奸夫淫妇，我只恨自己不能化作恶鬼想他们索命。周凯突然话锋一转，假装带着几分的不在意。宝贝儿，那个偷心狗除了这个房子，还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没？我本以为他
会对意外保险的事情闭口不谈。结果苏欣却毫不避讳，她之前给自己买了一份200万的意外保险，受益人写的我的名字。刚刚保险公司的人找来，说1个月后就能打到我的账户上。200万。尽管周凯语气和表情都十分夸张，但是却有一股明显的表演痕迹。显然他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一声响雷在脑海中炸开，这一连串的事情瞬间就组成了一块完整的拼图。也就是说，周凯一开始就知道我买了200万的保险，所以他故意制造我出轨的假象，然后再将我害死。最后，他再和我老婆结婚，从而得到这笔钱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冷汗直冒。宝贝儿，这下我们发财了。说着，他对着苏欣又亲又抱。那今天我们出去好好奢侈一把，庆祝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。呵，没想到用我命换来的这笔钱，竟然被用在情夫的身上。我一阵心酸，不禁自嘲道：沈怀呀，你对老婆万般好，老婆送你大绿帽。笑着笑着，苦涩的眼泪就流了出来。妻子轻笑一声，打开冰箱翻找起来。宝宝，你这啥急呀？这钱都还没到账，怎么奢侈？况且我今天买了好多菜，我决定亲自下厨，好好庆祝一下。毕竟沈怀都没有这个福气哦。是啊，自从结婚之后，家务事全被我一手包办，哪有机会吃到他做的菜？周凯脸上明显闪过一丝不爽的神情，但是他还是随即贴上一个笑脸。好，那今天就尝尝宝贝儿的手艺。说着，妻子将摔在鸡汤收拾好后，就开始进厨房忙活。周凯则在客厅看电视。然而，妻子突然将罐子里还剩下的一点鸡汤喝完，然后抹了一把眼泪。我却只觉得莫名其妙。你这样对我和我母亲，你这种人也配喝吗？现在掉的眼泪又是给谁看？看着苏欣虚伪至极的模样，悲愤交加，恨不得将我身上的痛苦加倍放在他的身上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轻轻飘出了厨房。正如他所说，这个家里关于我的一切东西都已经被他丢掉了，就像是我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。周凯看着电视上的喜剧节目，发出阵阵爆笑声。凭什么像这样的恶人还能好好活着，而我却……苏欣在厨房忙活了半天，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肴。周凯还特地下楼买了一瓶红酒。周凯与苏欣二人落座，周凯先是给苏欣倒了一杯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宝贝儿，为了庆祝我们之后的美好生活，让我们干杯吧！酒杯相碰的清脆声在房间里回荡，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看上去就像是10多年的老夫妻一样。我就像是局外人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悲愤交加，却又无能为力。苏欣不断给周凯夹着菜，宝宝你多吃点。看来苏欣的手艺确实不错。周凯吃得满嘴有光，宝贝儿，你也多吃点啊。周凯也不忘给苏欣夹菜，真是好不温馨。然而苏欣却只是嘴上答应，根本就没有动筷子。在他盯着周凯的笑脸之中，似乎藏着一丝异样的情绪。突然在他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我不免一惊，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。然而事情只是我想多了。餐桌上无事发生。吃完饭后，周凯又窝在沙发中犯困，苏欣则在厨房收拾。宝宝，宝宝！苏欣在厨房连喊了2声，周凯却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。下一秒，苏欣从厨房走了出来，手中多了一条铁链和菜刀。他脸上早已没了先前的那种笑容，只剩下道道寒光。他走到周凯身边，一脚就将他踢下沙发。我还担心周凯被吵醒，
然而看着他睡成死猪的样子，我才明白，原来苏欣在菜里下了药。他一直将周凯拖到餐桌旁，将他拴在桌腿上。随后，他拿起一旁刚刚烧好的开水，眼中的寒光让人不寒而栗。老公，我会让害死你的人付出代价的。此刻我才明白，原来之前那些忏悔都是真的，而与周凯之间的绵绵情谊反倒是假的。我错怪了他。我还没缓过神来时，只见妻子将开水朝着周凯的头就泼下，顿时一声声痛苦的闷哼在房间里回荡。要不是妻子早就将周凯的堵上，只怕此刻他的惨叫能将空气划破一条口子。周凯浑身抽搐，五官痛苦地扭作一团，随后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。妻子晃了晃自己手中的菜刀，语气平静的可怕：我老公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？他虽然知道周凯骗他我出轨的事情是假的，但是他还不能确定就是周凯害死了我。周凯露出无辜的眼神，拼命摇头否定。这样啊，看来我错怪你了。眼看妻子信了自己的话，周凯的脸上的表情缓和了几分，然后下一秒他却又难以置信且痛苦地瞪大了双眼。妻子手中的菜刀已经刺入周凯的腰部，鲜红的血瞬间就染红了妻子的双手。然而他的那双眼睛似乎比那血还要红，他恶狠狠地死死盯着周凯，宛如地狱索命的恶鬼。我最后再问一遍，他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周凯似乎真的被妻子疯狂的举动吓到了，本还想着继续否认的他，开始疯狂地点着头。妻子一把取下他嘴里的布条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，求求你。妻子眼中却没有一丝波动，他突然问道：他求你了吗？见周凯没有回答，他又极不耐烦地问了一遍：他死之前求你了吗？求了。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刚刚的伤口，让他声音颤抖着失了真。他怎么说的？早就被吓破胆的周凯哪里还有心思撒谎，于是将我的原话说了出来。他说：求求我不要杀他，他老婆还在家等他。妻子一把抽出插在周凯体内的菜刀，双手轻颤着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那你为什么不放过他？为什么？突然地上出现一滩淡黄色的液体，没想到这么凶残的人也会被死亡吓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被吓破胆的周凯机械地重复着这一句，妻子的脸却越发冷淡。只要放过我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其他我什么都只要把我老公还给我。妻子哽咽着，逐字逐句说道。听到这儿的周凯却默不作声了，他死死捂住自己那还在流血的腰部，结果妻子下一秒又是一刀插进他的大腿。啊！周凯的惨叫在房间里回荡，他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，额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。妻子又连续给了他几刀，每一刀都避开了要害的位置。很快，妻子脚下都被周凯的血染红了，周凯也早已没有力气发出惨叫，而是变成了虚弱的呻吟。为什么要杀死他？为什么要夺走我的幸福？然而周凯却早已没了动静。妻子失神地拿出偷偷藏起的我的遗像，然后摆在餐桌上，随即就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般，跌倒在血泊当中。对不起，老公。我竟然会因为别人的一张照片就相信你出轨，而且还害你惨死。妻子用满是鲜血的手擦拭着眼泪，看着他那狼狈的样子，我才发觉对于这个爱了快10年的人，我一点也恨不起来。我想要伸出手替他擦干净脸上的血渍，但是这样的简单的事情我也做不到，我只能隔空抱了抱他。欣欣，我不怪你，对不起老公，我以为是你先背叛了我，
对不起，我脏了。老公，我好想你，好想再吃你做的饭。抱歉了，明明说过要替你照顾好妈的，这下子是没有办法了。你意外险的那份钱，我填的是妈的账户，希望能稍微补偿她一些。似乎因为刚刚残忍的一幕，她的精神已经出现了问题，说话也变得语无伦次。看着她泪流不止，我也跟着落泪。她眼神空洞，无力地捡起那把掉在血泊的刀。这时门铃响了起来。开门，警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